请问这里是哪里啊？要不是我们及时把你从江中救回来，恐怕你呀早已经一命呜呼了。你们是蒙古人？是王爷夫人才对。哈哲，休得无礼。姑娘，你刚刚才醒，身体还很虚弱，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你养足精神，我们再慢慢详谈。我们先出去吧。是。你休息啊。王爷，王爷，日前从江中救上来的汉人女子醒了？她刚刚醒。那就好了。哈哲，在。明晨船靠了岸以后，打发她走。王爷，我们怎么能这么不近人情呢？这个姑娘昏迷了几天，才刚刚苏醒，我们不能就这么……我们已经救了她一命，还让她在船上住了这么多天，这还叫不近人情？可是这个姑娘一身的新娘子打扮，又漂流在大江之中，我想一定是别有内情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先问问人家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本王对汉人的事情没有兴趣，夫人要问就随便问，问完以后她要离开。但是王爷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！要不是夫人说了这句话，我根本就不会让她上船。总之，过了今天，本王不想再看见她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多谢夫人，我喝了这碗参汤，精神好了很多了。对了，姑娘，贵姓芳名啊？我姓梁，名叫素云。啊，那我就叫你素云吧。见你好一点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那天在江中救起你的时候，真担心救不活你呢。我也想不到，我居然可以大难不死。对了，素云姑娘，你那天一身新娘子的打扮，怎么会漂流在江中呢？傻丫头，别哭，有什么事告诉我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你。小女子自幼出生贫苦的农家，我爹不务正业，终日沉迷赌钱、喝酒，结果欠下一大笔赌债，更不惜将我卖给其他人。幸好有一位大夫看我可怜，收留了我在他家。那怎么会掉下江中的呢？可惜好景不长，大夫一家人虽然对我很好，可是后来有一个恶霸看上了我，一定要娶我为妻。我不想连累大夫一家人，只好答应这门婚事。哪知道成婚当日，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恶霸娶我是存心玩弄我，厌倦之后就会将我卖进青楼。我一时气愤，打伤了他，走投无路，只有投江自尽。以后的事我就不记得了。这么不幸的事，忘了比记得的好。你昏迷了这么多天，我们的船离开你的家乡已经很远了，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你的家人呢？恐怕他们已经以为我死了。不过这样更好，这件事终于可以有个了结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？夫人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但求日后可以侍奉夫人身边，为奴为婢，绝无怨言。我们蒙古人是不需要你们这些汉人为奴为婢的。你先起来。你讲的故事也很动听，王爷。夫人，汉人说的话你也会相信，你的心肠太好了。本王的船是不欢迎汉人的，明早船一靠岸，你就要走。王爷，
外面天大地大，你叫她一个小女子去哪儿呢？自然是天大地大，自然就会有她的容身之所。你怎么还是这么固执呢？你不要忘了，宝儿也是因为你这种态度。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要提及宝儿？在夫人心目中，一直以为本王逼死了女儿。但是夫人，你有没有替本王想过？难道夫人认为本王不疼爱女儿？你疼爱她？你要疼爱她的话，就不会口口声声汉蒙不两立。你要真的疼爱她的话，你就不会一意孤行，将她软禁在王府里忧郁而死啊！是他们那些汉人离间本王父你俩的感情。若是没有他们，宝儿就不会生病，更不会死。逼死宝儿的不是本王，是他们卑鄙无耻的汉人。夫人怎么样啊？夫人，你醒了？是啊，睡了一会儿，精神好像好点了。我给你倒杯茶吧。夫人，什么事？王爷刚才命人来传话，王爷他今宵会在书房里过夜。行了，夫人，反正我今天睡了这么久，我今晚也睡不着了，我留在这陪你吧。也好。自从宝儿死了之后，我每天都失眠睡不着，那你就留下来陪我吧。哈哲，在，你回去休息吧。知道。这个摇鼓很精致啊。这个摇鼓是宝儿1岁半的时候，王爷亲手给她做的。宝儿姑娘几时过世的？算起来也有1年多了。宝儿生前是一个性格很活泼开朗的女孩子，简直就是我和王爷的心肝宝贝。可惜自从她认识了一个汉人之后，宝儿姑娘爱上了那个汉人。王爷反对得很激烈，为了怕宝儿跟那个汉人私奔，就将她软禁在王府。就因为这样，宝儿忧郁成疾。我们用了很多办法，宝儿的病一直没有起色。过了没多久，她就忧郁而死了。既然宝儿姑娘已经死了这么久，夫人何必还折磨自己呢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王爷口口声声说是那个汉人害死了宝儿，可是他心里明白，害死宝儿的不是汉人，是他自己呀。害死宝儿姑娘的也不是王爷，而是蒙汉不两立的这种偏见。要消除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。夫人也不必再责怪王爷了。我相信丧女之痛，王爷是绝对不会少过夫人的。素云，王爷刚才这么对你，你还替他说好话。我们汉人有一句话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王爷会明白夫人的苦心。素云，你真好。夫人，你是不是累了？有一点儿。我帮你捏捏吧。你会吗？夫人，你忘了，我是被一位大夫收养的吗？这些我也略懂1、2。哈哲，在，夫人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已经就快接近午时了，夫人。那我睡了很久了。是啊，夫人已经很久没睡得这么舒服了。这个素云姑娘真有2下子。她人呢？还没起来啊？回夫人，今天早上船一靠岸，那位姑娘就上了岸了。她没说去哪儿吗？哼，一句话没说就这么走了，还说要留在这里为奴为婢。汉人只会奉承，根本就是言而无信。是夫人你太天真了，才相信那些汉人。
我看这个素云姑娘不是那样的人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人已经走了。王爷，夫人，夫人，你起来了。王爷，真对不起，我今天出去之时天色尚早，所以也没有跟你说一声。你一早上岸去干什么？我看夫人昨天你睡得不好，所以上岸去给你抓了点药。抓药？我们救你上来，你根本就身无分文，何来的钱去抓药？上岸帮夫人抓药是假，你在船上偷了贵重东西上岸变卖，又怕被我们识穿，所以买一包药回来掩饰就是真的。没有啊，王爷你误会了，我没有偷船上任何一样东西。没偷东西？那你说，你何来的钱去买药？你再不老实招认的话，休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王爷，如果素云姑娘真的在船上偷了东西的话，那她怎么会这么傻还回来呢？哼，根本就是贪得无厌。别担心，夫人相信你是清白的。咦，你有个金手镯，去哪儿了？难道你变卖了那个金手镯给我抓药了？哎呀，怎么这么傻呢？那个手镯有纪念价值，你不应该卖了它的。那个金手镯虽然重要，可是怎么也比不上夫人的救命之恩。不要以为你抓了一包药回来，本王就会感激你。如果夫人吃了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唯你是问。夫人，王爷他是不是……不用管他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夫人，行馆已经打扫好了，请夫人上岸到行馆好好休息吧。行了，